大家好，我是 Cici， 欢迎你回到这一周的朗学院。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话题，那就是如何在莫扎特的音乐中使用踏板。踏板一直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课题，它也可能是在钢琴教学中最不好教的一个东西，因为它很难被量化和公式化。踏板的使用需要我们通过大量的实践产生丰富的经验，也需要我们通过敏锐的听觉找到最恰到好处的声音。学钢琴的同学们，特别是初学者，常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弹莫扎特或者任何古典时期的作品时，到底能不能够踩踏板呢？很多同学会觉得不应该踩踏板，因为踩了踏板，声音就会变得很浑浊。但是这个问题真正的答案可能会让你很吃惊。因为在弹莫扎特的时候，我们不仅要踩踏板，并且要踩非常大量的踏板。至于为什么是大量的，稍后我会再做解释。其实呢，不光是在古典时期的作品里，哪怕是在巴洛克时期的作品，踏板的使用也是需要的。在我们继续讨论踏板的使用之前，我们先来说一说在古典时期里钢琴的构造。那么在18世纪，也就是莫扎特所生活的时期，古典时期时，音乐家们所使用的键盘乐器，除了有从巴洛克时期就开始使用的 harpsichord 以外，还有 forte piano， 或者有时叫 piano forte， 它们都是一个意思。那么 forte piano 的意思，我在之前的课上有讲到过，那就是一个可以弹 forte 也可以弹 piano 的键盘乐器。相较于 harpsichord 来说，它可以做更大的、更多的音色上和音量上的变化。那么18世纪的钢琴，也就是 forte piano， 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所谓的现代钢琴的雏形。forte piano 的发声方式跟现代钢琴是一样的。那么最早期的 forte piano， 也就是莫扎特所弹的 forte piano， 有没有踏板呢？在最早期的钢琴上，我们并没有用脚去踩的踏板，而是有一个用膝盖去触发的装置。在琴键的下面的位置会有一些装置，通过我们的膝盖的抬起来触发这个装置，来产生跟我们现在的钢琴的踏板相似的一个功能。这个装置就是我们现在的踏板的雏形。总的来说呢，莫扎特所处的时期的钢琴跟现在的现代钢琴相比，不论从音量上、音色上还是音域上，都有非常大的差别。莫扎特时期的钢琴，它的音色是很清脆的，音量也没有现代的钢琴这么大。即便是有踏板的装置，但是踏板所产生的混响跟现代钢琴上的混响相比，还是会弱很多的。所以我们在弹莫扎特的时候，要试着去模仿当时他所处的时期的那个钢琴的声音。那么踏板的使用上是需要非常小心的。那你可能要问了，刚才我不是说在莫扎特的音乐里要使用大量的踏板吗？那为什么又说要很小心的使用呢？我特别喜欢用一句话来形容在莫扎特里使用踏板，那就是润物细无声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莫扎特里踩踏板要非常小心的、非常恰到好处的点到为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钢琴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。钢琴从最早的 forte piano 的形态，逐渐的过渡到我们现在所谈的现代钢琴的形态。它有了脚踏板，也有了更大的音域、更大的尺寸、更洪亮的音量和更多变的音色。现代钢琴赋予了我们更多的可能性，去塑造美妙的音乐。所以说我们在弹古典时期的作品时，并不需要去避讳使用踏板，但是要非常恰到好处的来使用，因为一不小心，踏板可能就会让我们的音乐听上去非常的浑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就会完全违背了古典时期那样清脆的、有颗粒性的风格了。比如说，你肯定不能够滥用踏板，像是这样。要恰到好处的踩，像是蜻蜓点水一样。那么我自己呢，对于在莫扎特的音乐以及整个古典时期的音乐中踏板的使用，划分了几个功能。第一，减缓声音消逝的过程。比如说在第一句的这个尾音，如果我完全不踩踏板的话，它听上去会有一点点的干。它会是一个非常短促的一个结束。因为我们知道钢琴的发声方式是借由琴键按下去，带动里面的琴锤去敲击琴弦。那么一旦当我的手指松开了琴键之后，
上面的这个 damper 它就会往下去压住这个琴弦，来阻止琴弦的振动，那么声音就停止了。所以呢，踏板的使用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让它上面的这个 damper 掉下来的速度慢一点，那么的话呢，我们的声音的消逝的速度也就会变得慢一些。你可以看到我的手指离开了琴键的时候，它的声音还可以通过我的脚的控制，还可以再持续一会儿。当然我们要特别注意，不能够太长，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4分音符，不能够弹的踏板完全踩死，然后持续很长，这样是不行的。我们可以稍微的给它的最后的这个尾音轻轻的点一下踏板，给它润一个色。听到了吗？而不是或者没有踏板的时候，我们的声音停止是非常的突然的，可以说是戛然而止。但是通过踩点踏板呢，它的这个结束，这个声音的结束是更加的圆润的。踏板的第二个功能就是给钢琴增加更多的共鸣，给音色多一些混响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的右踏板踩下去的时候，钢琴里面的所有的指音器，所有的 damper 它都会抬起来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所有的钢琴里面的琴弦，比如说我只弹一个音，但是钢琴里面其他的除了这个音以外的琴弦，它都会跟这个音的琴弦发生共振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对比只有一个音并不踩踏板的情况下，声音就会多了很多的色彩。你可以对比一下，如果我只弹一个琴键并且没有踩踏板，它这个声音是非常的单调的，非常的纯粹的。但是当我一旦踩了踏板，可以听到钢琴的里面有很多别的声音跟这一个音融为了一体。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踩了踏板的过程中，其他的琴弦都在跟我所弹的这个琴弦发生共振，产生共鸣。